我建立了一个日本旅游小帮手 GPT， 我请他将规划好的行程放到行事历上，接着授权同意 GPT 和 Zapier 进行连线。最后 GPT 回复我说，已经成功将5天4夜的日本旅游行程加入到行事历了。我现在在 Google 行事历上开启2024年2月的行事历，看到行事历上已经新增了一项活动，也就是我刚才请 GPT 规划的日本旅游行程。你好，我是 Coaching 的 Ryan。这段影片将会示范如何建立一个客制化的 Chat GPT， 并且连接 Zapier 的自动化功能，实现你自己的 AI 自动化系统。OpenAI 在2023年11月的开发者大会上示范用 ChatGPT 读取 Google 行事历上的活动，然后再透过一段简单的文字就能够发送 Slack 讯息给 OpenAI 执行长 Sam。这种可以客制化的 ChatGPT 就是 OpenAI 最新推出的 AI 助理，我们不再需要复制贴上提示语到 ChatGPT 当中，就可以直接询问 ChatGPT 特定领域的问题。这段影片就是要示范如何建立一个自动化的 GPT。你可以透过影片中的示范制作一个你自己的 AI 自动化流程，也可以开放这个 GPT 在 GPT Store 上给所有人使用。未来可以透过 OpenAI 的分润机制赚到额外的收入。在开发者大会上的这段示范，它是使用一个名为 Zapier AI Action 的 GPT。Zapier 是什么？重要到 OpenAI 用它来示范这个 demo。Zapier 是一个线上的自动化工具，它允许使用者连接不同的应用程式和服务，自动化完成重复性的工作，像是读取 Google Document 上的资料，然后透过 Gmail 发信，最后在 Facebook 上 po 文。这个过程不需要撰写任何程式码，只需要透过 Zapier 平台上的界面设定就可以达成。所以我们只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和 Zapier 串接在一起的 GPT，这样就能够使用 ChatGPT 的人工智慧，将我们想要的自动化流程整合在一起。Zapier 也在官网上提供了很详细的操作说明，但是这些设定动作很零碎，而且要在不同的平台之间切换。但是如果你在一开始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操作你就能够很容易理解。要使用 GPTs 必须先升级到 Plus 方案，除了可以使用 GPTs 以外，还可以使用 GPT-4绘图功能和进阶的资料分析功能。如果我们需要使用第三方的服务，就需要安装特定的 plugin， 像是接下来要示范的 Zapier。你可以在左下方设定选单开启 plugin， 这样就可以在上方选单选择 plugin 的功能。接着我可以在上方搜寻 Zapier， 找到后安装这个 plugin。安装好之后会转到 Zapier 的登录页面。如果你还没有申请账号的话，请先申请一个账号。接着会询问我们是否要授权给 OpenAI 操作我们的账号。我点选 Allow 继续，接着会跳出一个 ChatGPT Action 列表。Action 是我们要执行的动作，像是我想要新增一个活动到 Google 行事历，这就是一个 Action。我们需要另外设定才会出现在这个列表。等一下我会详细说明如何设定。现在我先完成刚才 Plugin 串接 Zapier 账号的步骤。回到 ChatGPT 的画面，上方跳出一个绿色的通知讯息，表示我已经安装完成 Plugin 和登录账号。接下来我要示范如何建立一个新的 GPT。如果你有升级到 Plus 方案的话，你会在左边选单看到 Explore GPTs，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不同的 GPT。我们之前如果单纯使用 ChatGPT 解决问题，需要透过提示语设定好 ChatGPT 的角色和我们要提出问题的指令。像是我在 Coding 官网上整理的提示语大全，提供网友程式语言、创作设计等不同领域的提示语。你可以在这里找到需要的提示语，复制贴上到 ChatGPT。但是 GPTs 就不需要这样做，它有点像是把这些提示语封装起来，包成一个像是 App 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有点像是在做一个 App， 但是不需要写程式。GPT 除了提示语之外，还包含了 Knowledge 和 Action 2个重要的元素。让你的 GPT 可以更聪明，在众多的 GPT 当中脱颖而出。Knowledge 是指你可以上传你专业领域的资料，让 GPT 可以透过这些特定的资料分析出更有价值的资讯。Action 则是可以透过 API 串接其他服务，像是我们这次要示范的 Zapier。你也可以串接自己提供的平台服务，提供使用者更专业的资讯。我点选右上角的 Create， 开始建立一个新的 GPT。我可以透过对话的方式建立初步的 GPT 指令。
我在下方对话中输入，请帮我建立一个日本旅游规划小帮手，能够根据用户的旅游地点、行程天数、预算和人数信息，提供一个详细的旅游计划，将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活动的景点清楚列出来。接着我传送讯息给 GPT Builder， 他花了一点时间帮我更新 GPT， 然后回传我一个新的 GPT 名字，这个名字叫做 Japan Journey Guide。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我请他继续帮我建立一个 logo。 他花了一点时间产生一个图档，但我发现上面的 Japan 拼错了，所以我请他重新建立一个新的 logo。 他又花了一点时间重新产生一个新的图档，这次他生成出来的图档比较干净简洁，有鸟居和海的意象在里面，蛮符合我想要的日本风格，所以我回复他这个 logo 很好，谢谢。接着他询问我们一些细节和想要强调的资讯，我可以继续在这里和他对话，让这个 GPT 更完整。但你也可以直接切换到 Configure 页签，直接设定更多细节的部分。我切换到 Configure 页签后，你可以看到 GPT Builder 已经帮我们建立好 GPT 的叙述，还有一段完整的提示语。在这里它命名为 Instruction 指令的意思，下方还有使用者一开始使用 GPT 的示范。如果使用者进入到我们的 GPT， 一开始对这个 GPT 不了解，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他可以点选这些问句，询问我们的 GPT， 像是这一段用句：我有5天4夜在大阪，你能够建议我一个计划吗？这样使用者会很快的知道我们的 GPT 是做什么用的，使用者可以怎么去使用它。接着我想要加入更多 GPT 指令的细节，我可以点选右下角的放大功能，打开指令的编辑页面，让我们更容易操作。我这里准备一些指令，我将它直接贴在下方。这里我请使用者告诉我旅游基本资讯、兴趣和偏好。我要求 GPT 的回复是用 Markdown 的表格呈现给用户。Markdown 是标记语言，它允许我们使用纯文字的格式来撰写文件，同时又能够提供必要的格式化功能。因为 GPT 能够使用 Markdown 格式编辑内容，所以我请它绘制出表格，方便我们阅读。最后我还给它一个范例作为例子，让它的回复能够更有亲和力一点。最后完成后，我就可以点选右下角的关闭，然后点选右上角的 Save， 这里跳出一个选单，你可以选择发布这个 GPT 的阅读权限，是只有你自己，还是知道连结的人，或是所有人。这里我还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我先使用 Only Me， 但是我发现 GPT Builder 没有帮我将刚才取的名字填上去，所以我先回到 Create 页签，将 Japan Journey Guide 复制起来，然后贴到 Name 输入框，最后按下 Confirm。接着就直接跳到这个 GPT 的画面，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版的日本旅游小帮手 GPT。我现在来测试看看，我先输入一个 Hello， 然后 GPT 问了一些旅游行程的基本资讯，我输入一段文字，包含我这次旅游的基本资料。我计划在2024 2月5号到2024 2月9号在福冈进行5天4夜的旅行，我的预算是10万日元，人数2人。我喜欢日本当地文化，还有品尝日本当地的美食。接着我按 Enter 送出，然后 GPT 就帮我规划了一个5天4夜的行程。这个行程是用表格的方式呈现的，可以让使用者更容易阅读旅游的行程和规划时间。我们只需要简单的提示语和细节补充，就可以快速的建立一个 GPT。我们也可以修改预设的对话范例，删除我们不想要的对话和新增一段对话。修改后的结果会直接显示在右边的预览视窗中。我往下滑动会看到下方有一个 Knowledge 的设定，我们可以上传档案或资料，帮助这个 GPT 可以回复更精准的问题，提供更专业的回复。我现在上传一份由日本观光统计局所提供的资料，让这个日本旅游 GPT 可以回答更多有关日本旅游的问题。这个网站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统计资料，像是这一份图表显示2023年赴日旅游的人数相比疫情前2019年高出了 8.2%， 但有趣的是，从日本当地出国旅游的人数减少了 44.6%。 我想这和日币大幅的贬值有关，日本人出国的成本变高了，意愿相对也就降低很多。我往下滑动，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圆饼图，上方是2019年各个国家赴日旅游的人数占
疫情前赴日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中国，71万人次。下方圆饼图则是2023年统计的结果，赴日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变成了南韩，78万人次，比2019年中国的人次还要高。台湾则是维持在排名第3的位置。我继续往下滑动，看到这份图表是游客人数的趋势，依据国家、月份观察游客人数变动的状态。我们可以下载这份图表的原始资料，这是一个 CSV 档。这份档案的栏位包含了国家、月份、年份，还有最重要的旅客数量。从这份资料，我们可以分析出不同国家在不同月份造访日本旅游的人数有多少，进而绘制图表和分析出有用的资讯。我将刚才下载的 CSV 档上传到 GPT， 上传之后，下方的 Capabilities， 刚才只有网络浏览和图片生成的功能，但是现在 GPT 自动将 Code Interpreter 勾选起来，也就是程式编译功能。这表示 GPT 会使用程式来分析资料。接着我点选右上角 Update， 点选 View GPT 确认一下。我在对话框输入2023年南韩赴日旅游的人数是台湾的几倍。原本没有资料的 GPT 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当我们上传各国赴日旅游的人数资料后， GPT 就可以分析资料了。你可以看到它一开始出现了 error， 但是在分析后它又可以正确的回复2023年南韩赴日旅游的人数是台湾的 1.63 倍，后面还有2023年的总人数。我们可以点选最后的连结，观察它是如何分析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找出南韩和台湾的人数总和，在下面做了一个除法的运算，最后列印出结果。我往右边滑动，看到它做了一个将空值填入数字0的动作，最后才加总。所以刚才出现的问题可能是资料空值无法运算，所以造成错误。但是 GPT 的人工智慧可以自行解决这个空值无法计算的问题。我打开上面的分析结果，你可以看到它是用 Python 模组 Pandas 的语法找到南韩和台湾的人数资料，但下方出现了空值转型的问题，所以才会有刚才说的将空值填入0的动作。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 OpenAI 的人工智慧技术可以判断资料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自己解决，最后分析出正确的结果。我们可以善用这个上传自己的资料，借由人工智慧分析资料的能力，让你的 GPT 更聪明，提供更丰富的解决问题能力。这个日本旅游小帮手已经越来越聪明了，除了可以帮我规划旅游行程，还可以回答我一些额外的日本旅游资讯。但是我现在想要它帮我做更多的事情，我想要这个 GPT 帮我将规划好的旅游行程加入到 Google 行事历。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使用 Action 这项功能。接下来的过程会比较零碎一点，但是我想借由这张关系图让你理解，这个过程并不复杂。Zapier 是一个提供自动化服务的平台，我们可以借由它自动化的功能，将旅游行程加入到 Google 行事历。这一段我们只需要登入 Google 账号和一些简单的设定就可以。所以真正在处理自动化的动作是 Zapier。ChatGPT 只是传送旅游行程和指令给 Zapier， 要 Zapier 执行自动化的工作。我们必须要设定好 Action， 才能够将两边串起来。能够串起来的关键在于两个资讯，一个是 Action Name， 两边要一致，否则会找不到。另一个是在 Zapier 设定好 Action 后取得 Action 的网址，我们要复制贴上到 ChatGPT，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两边进行沟通。等一下的操作你就不会只是埋头苦干的设定，相对来说你会比较容易理解这样设定的流程。我们在 GPT 建立一个新的 Action， 打开后我们看到 Schema， 这是 GPT 串接 Zapier 的第一个设定，这个我们不需要自己输入，只需要从 Zapier 上直接复制贴上就好。我来到 Zapier 的官网，他们为了 ChatGPT 制作一个操作教学网页，内容简洁，很容易照着它的步骤执行。网址就是在 Zapier 网域前面加上 Actions， 网址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我点选左边选单的 ChatGPT 和 GPTs， 这里只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个是这串网址，第二个是下方的提示语。我把这串网址复制起来，然后回到 Action 的设定页面，点选 Import from URL， 将刚才复制的网址贴在这里，然后点选 Import， 下方的 Schema 就会自动填入 GPT 和 Zapier 之间沟通的设定。接着我回到 GPT 的设定，
我要在指令这里输入串接 Zapier 的指令。我来到刚才 Zapier 的教学网页，往下滑动，复制这串指令，然后将它贴到 GPT 上。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串指令是在干嘛的。上半部是 rule 和指令的步骤，这里我们不要动，照着 Zapier 的设定就好。但是下方的 required actions 就需要修改了。这里又分成 action 和 configuration link，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重要的设定 ，action 的名称和连结。它这个是范例，一个是搜寻 Google 行事历上活动的 action， 另一个是 Slack 发送讯息的 action。这只是范例，如果你都不改的话，它是不会运作的。因为我只需要进行一个加入活动到行事历上的 action， 所以我先移除掉其中一个 action。然后将范例的 action 名称改为我想要的名字，我将这个 action 命名为 Add to Calendar。我等一下会到 Zapier 开一个相对应的 action， 我也必须要将它命名为同样的名字，这一点要请你留意。然后我把下面的 link 移除掉，这个要等我在 Zapier 开好新的 action 后才会产生新的连结，所以我先空着。接着我就来示范如何在 Zapier 上开一个新的 action。我回到刚才 Zapier 的教学页面，在左边选单找到 My Actions， 这里出现3个 OpenAI 的设定。我点选 OpenAI GPT 上的管理 Actions 连结，这里跳出一个 GPT Action 的列表。我刚才在最前面有介绍过，真正在处理自动化流程的是 Zapier， 不是 ChatGPT，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执行的动作，像是用 Gmail 发送邮件，用 Slack 发送讯息。一个工作项目就是一个 action， 至于要用哪一个 action 执行，或是发送的内容讯息，就是由 GPT 的 AI 人工智慧决定。未来你可以在这里建立更多的 action， 提供 GPT 更多的自动化流程。我现在点击新增 action 按钮，这里出现一个 action 的搜寻输入框，因为现在 Zapier 提供了6000多种连接平台服务的 action，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关键字，找到我们想要的平台服务。因为我想要找到 Google 行事历，所以我输入 Calendar， 接着下方就会跳出推荐的服务名称。第一个就是在 Google 行事历上建立一个详细的活动，这个是我想要选择的 Action。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还有其他的选项，像是快速新增活动和更新活动的 Action。如果你希望你的 GPT 可以更新已经安排好的活动行程，就可以另外再加入 Update Event 这个 Action。我现在点选第一个 Create Detail Event， 接着它跑出 Google 行事历账号的设定，我点选连接一个新的账号按钮，接着跳出一个视窗，询问我们是否允许 Zapier 操作 Google 行事历账号。我点选 Yes， 然后继续，接着它导到 Google 账户的登录页面，你可以看到上方的网址是 Google 网域，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这里输入你的 Google 账号密码，它只是需要你的授权。登录之后 ，Google 询问你是否允许 Zapier 操作你的行事历，我点选允许。接着画面跳回到 Zapier， 我点击一下 Refresh，Google 行事历的账号变成了我刚才登录的 Cogent Email， 下方跳出了更多行事历的设定。接下来这些设定都会被自动化的放到 Google 行事历当中。首先我们要先选择一个行事历，这里有2个选项，第一个是让 AI， 也就是你的 GPT 自己填写。第二个设定是你选择特定的设定值，这里我选择第二个。接着下方跳出一个输入框，让我选择我想要使用哪一个行事历。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账号下面有3个行事历，第一个才是我自己的行事历，第二个是台湾国定假日的行事历。如果让 AI 自己选择，有可能会选到国定假日这个行事历，那就会发生错误。所以我先手动设定，让行程放到我 Cogent 账号下的行事历。下方的起始日和结束日我就不另外设定，由 AI 自己决定要输入的起讫日。当然这是经过我们和 GPT 对话后分析的结果。我继续将活动的概要和叙述设定为 AI 建议的设定值，然后我把地点改成 AI 建议的设定值，然后我一直往下滑，这些设定都是 Google 行事历上参数，你可以自己决定要如何输入这些设定值，这些都是和 GPT 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滑到下面的 Action Name， 这个就很重要了，这是 GPT 和这个 Action 连结的关键。我刚才在 GPT 的指令中输入 Action 的名字
add to calendar， 我必须要在这里输入一样的名字，这样 GPT 在执行新增行事历活动时才可以找到这个 action。完成后，我点击 Enable Action， 接着就会跳回到 GPT Action 的清单。你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我刚才设定的 Action， 右边的开关是打开的。接着我把另外2个 App 的 Action 都打开，让这2个 App 也可以使用这个 Action。做到这里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重新打开我刚才建立的 Action 设定，然后复制上方的网址。这个网址就是这个 Action 的 link。我必须把它贴到 GPT 的指令上，也就是我刚才留下空白的 configuration link。做到这里 ，GPT 和 Zapier 才算是完成串接的设定。GPT 分析出我们要新增活动的指令后，才能够找到 action 的名称和网址，执行我们刚才设定好的行事历参数。接着我要储存，然后开启一个新的 GPT 对话，做一个完整的测试。我用和刚才一样的旅游资讯，请日本旅游小帮手帮我设计一个旅游行程。这个行程推荐我去博多运河城、大豪公园和海之中道，这都是我常去的景点。因为我目前在福冈工作和生活，如果我有朋友第一次来福冈玩，我也会推荐他们这几个景点。除了最后一天他建议我去横滨的中华街，这个行程有点奇怪，横滨在关东地区，不是在福冈。我想 GPT 可能希望我对日本有更深度的认识，不要一直待在福冈，所以我也接受他的建议，不再调整最后一天的行程，直接请他帮我将行程放到行事历。接着我需要授权，同意 GPT 和 Zapier 进行连线沟通，然后 GPT 在连线过程中找到了我们刚才设定好的 action， 接着就开始执行这个 action。最后 GPT 回复我说，已经成功将5天4夜的福冈行程加入到行事历了。下面就有他放入的资料设定，也就是刚才在 action 中有请 AI 自己填入的输入栏位、摘要、期气日、描述和地点。最后他还很人性化的附上了一朵樱花和日本国旗，祝我旅游愉快。现在我开启 Google 行事历，看一下 GPT 有没有正确的帮我新增旅游行程。我现在开启2024年2月的行事历，看到行事历上已经新增了一项活动，也就是我刚才请 GPT 规划的福冈旅游，从2月5号到2月9号，总共5天4夜。我们刚才是将 GPT 设定为只有我自己才能够使用，但是我也可以将这个 GPT 设定给所有人使用。因为我们在使用 GPT 的过程可能会提供一些资料，如果你不希望 OpenAI 使用这些资料来改善它的模型，可以在左下方选单取消勾选的设定，然后在右上方选择 Everyone 的设定，这样你的 GPT 就可以开放给所有人使用。未来也可以透过 OpenAI 的分润机制赚到额外的收入。刚才示范过程中有使用到的网络连结，我都放在资讯栏当中。你可以透过这段影片的设定教学，加入其他的 action， 建立你自己的自动化流程。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使用程式实现自动化工作的技巧，你可以参考我的 Python 自动化工作术课程，它可以帮助你节省更多宝贵的时间。希望这段影片能够带给你一些帮助和启发。我是 Coding 的 Ryan，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